果蝇都能在虚拟世界永生，你要怎么证明你不是虚拟的？请注意，本视频耗费了一个作者，时长半小时，你可以点赞收藏，找个舒服的姿势睡觉了。神经科学家把一只果蝇的大脑完整扫描进了电脑，这只果蝇在虚拟环境里飞了，感知了，对外界刺激做出了反应，而它原本的身体早已死去多年。这在科学界叫全脑模拟，技术一旦成熟，下一个目标就是猴子，然后是人类的你。这就开始撞上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沉默的问题：如果你的记忆、性格，此刻正在思考这件事的感觉，全部可以被复刻进计算机，变成一串代码，你还是你吗？更让人睡不着的是这个延伸：如果人类有一天真的能模拟完整的大脑，就会创造出无数个模拟宇宙，每个模拟宇宙里又会有新的文明，新的文明又会创造新的模拟宇宙，一环套一环，宇宙存在了138亿年，现代人类才诞生20万年，而一个能模拟完整大脑的文明，可能只需要几百年就会出现。这意味着，第一个真实宇宙的概率在数学上几乎为0。一个叫勒内·笛卡尔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怎么才能确定眼前的一切是真实的？他看着自己的双手，感受着烛光带来的温暖，听着窗外隐约传来的声音，这些感知如此真实，以至于它们不可能是假的。如果存在某种更强大的力量，它完全有能力欺骗我，让我相信这些不存在的感知是真实的。实际上，如果这个力量足够强大，它甚至可以控制我大脑中传递信号的每一个电化学过程，让我在没有任何真实刺激的情况下产生这些感知。笛卡尔把这个思想实验称为恶魔欺骗假说，但随后他意识到，恶魔欺骗这个概念还可以更进一步。如果这个恶魔足够完美，足够全能，那么他甚至不需要一个恶魔来运作，他只需要让一切从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想象一下，你的大脑被放在一个充满营养液的容器中，有无数根电极连接着你的神经系统，这些电极按照某种精妙的程序刺激你的神经，让你产生正在阅读这篇文章，正在呼吸空气，正在感受床铺的所有体验，但实际上你的身体早已不存在了。这就是著名的缸中脑假说。笛卡尔用他那句著名的我思故我在来回应这个问题。他的论证是，只有一件事是无可置疑的，那就是我正在思考这件事本身，即使一切都是幻觉，即使我只是一个被连接在缸中的大脑，思考这个行为本身证明了我的存在。我可以怀疑一切，但我不能怀疑我正在怀疑这个事实。这个论证在哲学史上被反复讨论和批评了数百年。哲学家们指出，笛卡尔的论证存在诸多漏洞，比如它依赖于思维和存在之间的某种神秘联系，而这种联系本身并不那么显而易见。但无论如何，笛卡尔的思考为后来的所有相关讨论奠定了基础。时间快进到2003年，牛津大学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提出了一个更加具体也更加令人不安的假说。博斯特罗姆问道，如果一个文明能够拥有近乎无限的计算能力，那么它很可能会运行大量的模拟系统。在这些模拟中，那些被模拟的存在，它们可能有着完整的社会、文化、历史，甚至他们可能以为自己拥有自由意志。博斯特罗姆进一步论证，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的情况是，绝大多数有意识的实体
并不是真实的，它们只是某个超级文明的模拟程序中的产物，而真正的基准现实中的存在可能只是极少数。波斯特罗姆把这种情况称为我们是模拟假说的3个选项之一。这个论证的逻辑是这样的：要么宇宙文明在能够创造模拟现实之前就灭绝了，要么他们对创造模拟现实毫无兴趣，要么他们确实在运行大量的模拟，而模拟中的存在数量远远超过真实存在的数量。在第3种情况下，我们在宇宙中观察到的那些意识，包括我们自己，很可能只是模拟程序中的产物。你可能会说，这不过是哲学家的纸上谈兵，但问题在于，这个问题正在逐渐变成一个可以用科学方法来检验的假说。2012年，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家塞斯·劳埃德提出了一个具体的测试方案。他的想法基于这样的直觉：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模拟世界中，那么支撑这个模拟运行的底层硬件必然与我们的物理定律存在某种不兼容性。类比一下，当你玩一个电子游戏时，无论游戏世界多么逼真，它的物理引擎总会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暴露出破绽，比如穿模、卡顿，或者某些不可能的物理现象。劳埃德认为，如果我们的宇宙是模拟的，那么在足够小的尺度上，比如普朗克尺度，也就是宇宙中最小的可测量距离，我们应该能够观察到模拟的像素化效应。真实的物理世界在所有尺度上看起来都是连续的，但模拟世界可能会在某个最小尺度上出现离散化，就像电子游戏中的角色不能移动到比像素更小的单位一样。当然，截至目前，我们还没有在实验中观察到这样的效应，但这并不意味着模拟假说是错误的。也许我们的模拟者足够聪明，他们设计的像素比我们的探测能力小得多。与此同时，天体物理学家们也加入了这场讨论。他们指出，如果我们的宇宙是模拟的，那么模拟者可能需要处理海量的信息，每一个粒子，每一个波函数，每一次量子涨落。为了节省计算资源，模拟者可能会采用各种优化策略。一个可能的策略是渐进式渲染，类似于你在玩 3D 游戏时，远处的风景往往比近处的细节更少。真实宇宙中确实存在这样的现象，遥远星系的光线往往比近处天体的光线更加模糊和简化。如果这种选择性详细化模式被发现，那将成为模拟假说的有力证据。另一个可能的证据来自量子力学中的观察者效应。在量子世界中，一个粒子在被观察之前处于一种叠加态，它同时是波又是粒子，直到被测量才坍缩成一个确定的状态。这听起来非常像计算机程序的延迟计算策略。只有当某个计算结果需要被显示的时候，系统才会真正进行计算。这些思考引出了一个令人着迷的问题：如果我们真的是模拟程序中的存在，那么死亡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数字永生这个更加现实的话题。与其争论我们是否已经被模拟，不如让我们看看人类正在如何主动地创造数字化的永生。记忆备份是人类追求数字永生的第一步。人的大脑包含约860亿个神经元，每个神经元与约7000个其他神经元形成突触连接，总共形成超过100万亿个突触。如果我们能够完整地记录这些连接模式，理论上我们就能够重建一个人的完整人格和记忆。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科学家们已经在某些物种上
取得了进展。2019年，谷歌的子公司 DeepMind 宣布他们已经创建了一个秀丽隐感线虫的完整神经网络连接图，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完整绘制出一个生物体的全部神经连接。秀丽隐感线虫只有302个神经元，但它的完整连接图谱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了生命运作的底层逻辑。果蝇大脑的连接组研究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2020年，谷歌与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合作，发布了迄今为止最大的神经连接组数据集，涵盖了果蝇大脑的25000个神经元和2000万个突触。虽然这还不到果蝇大脑神经元总数的1/4，但它已经是人类神经科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但这里有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仅仅拥有神经连接的地图，是否就足以重建一个完整的意识？让我们暂时离开神经科学，进入一个更加形而上学的领域。自我究竟是什么？哲学家们为此争论了数千年，却从未达成共识。一种观点认为，自我是一个持续存在的实体，无论身体如何变化，总有一个我贯穿始终。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自我不过是大脑活动的副产品，没有一个恒定不变的自我，只有一连串互相联系的意识状态。如果我们接受后者的观点，那么数字永生就变得更加容易想象了。数字永生不需要灵魂或某种非物质的实体，它只需要一个足够精确的大脑副本。理论上，如果我复制了你的神经连接模式，创造了一个在计算上与你完全等价的新系统，那么这个新系统会像你一样思考，一样感受，一样相信自己是你。但这里出现了一个令所有思考者都头疼的问题：这种复制真的能延续你的生命吗？让我们做一个思想实验。假设未来的人类发明了一种传送装置，就像星际迷航中的那种，当你要去另一个星球时，传送装置会扫描你的身体，分解你的每一个原子，然后在你目的地重新组合一个完美的复制品。问题来了，当你在目的地醒来时，那个你真的是你吗？有哲学家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复制品有你的全部记忆，你的全部性格，你的全部神经模式，它当然就是你。但另一种声音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你的原始身体已经被分解了，那个你已经死了。虽然在目的地出现了一个看起来很像你的人，但那个人实际上是一个新的存在，拥有独立的意识和自我。更诡异的是第三种可能性，如果传送装置没有销毁原始的你，而是同时创造了一个复制品，那么现在同时存在两个你。你愿意在传送之后继续存活，还是你宁愿保留原来的身体？这两个你中，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你？这些思想实验可能让你感到困惑和不安，但它们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当我们谈论永生时，我们究竟在追求什么？让我们把视线转向更广阔的世界，看看其他研究者是如何思考这个问题的。美国企业家罗伯特·哈萨比斯正在开发通用人工智能，美国企业家伊隆·马斯克正在开发脑机接口技术，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正在投资抗衰老研究。这些看似不同的项目，实际上都指向同一个方向：